大家好，我是九龙。今天尝试来录制新单元。很多新的朋友进 Cars 这个坑的时候，都会对要优先合成什么万用卡有疑惑。那今天尝试来做这个单元。那怎么看你拥有的卡呢？首先应该说怎么看全部的牌表，就进收藏，然后接着你就可以按显示全部，然后这一个地方呢，它可以选择单一显示什么系列的牌表。那因为今天要介绍的是精英卡要用什么合成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左边这个栏位，然后输入 EL， 因为那个可以代称精英卡的缩写。然后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各国的精英卡都会显示出来，包含已经有的或者没有的。那要显示出没有的，记得一定要勾选上面显示全部这边。那今天就优先来讲英国这个体系的精英卡万用可以选择哪一些。首先我们从第85先锋连说起，它是英国体系很常用到的牌，基本上你的指令啊那些基本上你的那个指令牌要减费都是要依靠它。然后英国体系的牌很重要的2张可以压制对方全体的部队的卡，就是这一张蒙马利哥，它可以同时压制所有单位。那如果说对方有3个单位被压制，它可以抽1张牌。然后再者就是另外一张炮击。那炮击它跟前一张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没有抽牌，但是它可以让对方失去1点指挥槽，同时可以对对方所有的单位造成1点伤害。再来就是这一张它可以反噬对方的指令，就是对方如果说你抓准对方指令出的时间，尤其高费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反掉对方很强力的指令，并且它同时可以抽1张牌，所以这个很多英国 deck 会带。那早期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喜欢用这张牌，但是后期我会发现有的牌组帮上它有很好的反敌方效果。那英国的空军部分，这支 P40小鹰它本身是很好用的，因为它部署的时候可以对对方的陆地目标造成2点伤害，包含那个敌方的总部。而这一张喷火 MK 的精英卡，它本身收录于精英大战。如果说你要玩喷火 deck 的话，或者是鹰翼小飞机，那它是很重要的一张牌。然后它有2种可选效果，它的可选效果是由你进场的时候对手的场面上的部队来决定，它本身会获得+2+2或者是奋战。然后飞机的部分当然还要提到文士 MK 它也很好用，它本身是4/4的体质，然后同时它部署的时候可以对对方的单位造成3点伤害。要记得的是，它本身只能对敌方单位造成伤害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对敌方的本营造成伤害。那威灵顿在他之前他被 nerf 过一次，在他被 nerf 以前很多人会带，那现在
比较少人带，是因为它的油费增加了，它进行攻击一次要3费。那它就是如果说在你手中，每当你使用指令牌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叫它出来就可以减少2点。那你留在手中越多次，基本上叫它出来就是越省费用。兰开斯特的话，现在可能比较不建议喝，还是有的牌主会带它，它也还是有用，但是相对来说，它出场的空间比较小，因为它本身它叫出来的费用就大，然后移动费用也高，也就是说它能有效的造成伤害，必须在你是跳费牌组或者是打到后期的时候，那基本上才有它出场的空间，所以不是那么优先建议合成。那英国还可以建议合成的，就是像皇家海军光辉号这一张，它在英译小飞机牌组或者是有的 deck 很好用，因为它同时可以交出2张1-3体质的轰炸机，同时它出来的时候就自带3机，所以不论是增加伤害或者是在关键的时候解场还是有用。那这一张女子辅助军的话，对英国 deck 来讲，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需要，因为英国它自身体系的抽牌就很多了，所以它可以不用考虑优先合成，除非你真的很想用它。皇家研发的话，它也是英国非常好用的一张牌，那它有很多种效果可以选择，它做出来之后，它可以随着时间的推展跟你花费的那个费用，然后去取决于它最后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效果。像它最开始的时候，它就是雷达嘛，你可以抽一张牌，然后你防御加4点，然后到了第2张牌，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单位然后加4点防御力，同时它的攻击力等同于防御力。那第3个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压制对方的手牌。第4个的话，它基本上是可以把对方场面上的卡牌通通送回，就是5费以内的卡牌，然后通送回牌组。那它的效果是很强力，但比较尴尬的是，你必须要确认对方的那个手上跟场上的5费的牌有那么多，不然他花很大的费用出来，造成的效果可能就有限。然后这一张也是英国 deck 非常重要的一张控制牌，因为它本身是迫击炮。迫击炮的话，如果说对手没有办法推到后线，或者是他没有针对后排的指令牌的话，基本上很难解决。然后同时他出场的时候，可以一直压制对方敌方单位，也就是说，他只要今天这个没有事，然后你一开始出来选择压制的那个单位，它就可以一直呈现被压制的效果。所以你甚至可以优先去处理，例如说打总部啊，或者是打其他没有被压制但是对你有威胁性的单位。然后长距离沙漠曲，它的需要与否有点微妙，它本身是很强的一张牌，因为你的单位只要有沾染到这个，包含说是那个什么突击队，突击队它是你使用指令的时候，它会对随机目标造成1点伤害嘛。那如果说你的突击队本身有附加上这个效果的话，它造成的那1点伤害可能就可以摧毁掉对手的很多部队。只是它也是比较有悬念的一张牌，因为它的出场空间有限，你必须要挑对的时间跟对的 deck 来放它，才有比较大的效果。那这一张丘吉尔 MK，
它也是英国控制 deck 蛮重要的一张坦克，它出来的时候可以让对方的所有敌军撤退。那所以你挑对时间出来的话，你可以占成很大的优势。尤其像对手他假设他的陆军啊，他的前排后排通通都不满，那你这一张一出来，然后对方手上的牌又刚好很多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把他原本场上陆军可能全部丢到弃牌区，因为他会没有地方回去，那回不去的牌自然就会去弃牌区。然后统治不列颠尼亚，它是帮你英国的体系的牌，然后把它变得更壮大，就是它全部加2防御力，然后同时它的攻击力会等于防御力，等于说你可以用这一张牌灌出很多只的英国巨兽。可是它也是要比较后期比较有用，然后同时你的 deck 里面基本上越多英国单位，你才会考虑去放这一张牌。然后这一张英联邦基本上就是，如果你的英国 deck 里面有很多回血效果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放它。那它是你总部如果有30点，你可以直接造成对方20点伤害，同时抽4张牌。可是如果说你的 deck 里面没有30点以上的回复能力，或者是说你虽然有回复能力，但是对手的强攻打到你没有办法到30点，那它本身就只是一张4张牌的过牌的效果牌。那这就是今天的英国 deck 万用卡建议优先合成的。那谢谢本次收看，若喜欢这支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鼓励我制作更多影片。囧在什么？我们下期再会。